我是瓜皮儿，明日传奇第2季前情提要：三人帮拿到朗基努斯奖章，因此追踪到了瑞普。但瑞普带走了命运之矛后，删除了自己的记忆，纵使被威胁，也丝毫无法回忆。二人来到斯旺面前，告诉他瑞普失忆，命运之矛下落不明。斯旺埋怨他们丢失奖章，才会把事情发展成这样。他把梅林挂在墙上，说了一些威胁的话。梅林知道他召集自己肯定有原因，瑞普现在失忆，而他可以通过催眠试着唤醒他的记忆。梅林走后，达克问他怎么阻止传奇小队比我们捷足先登呢？斯旺告诉他不用担心，一群傻子翻不出什么浪花。虽然奖章在手，但却没有人掌握它的使用方法。与此同时，还要搞清楚极速者的真实身份。斯泰因知道用传统方式他们是打不开的，但他们在中城有个同事，或许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打开这玩意儿。梅林意识到瑞普的记忆消失，催眠失败，遭到达克嘲讽，二人针锋相对，你言我一语就差打起来。斯旺吐槽完2个废物什么也办不到之后消失，达克磨刀霍霍向瑞普，一边吓唬瑞普，一边吐槽逆闪，接着问他选左眼还是右眼，然后决定掏他的牙齿。拔下后槽牙后，逆闪知道那是条形码，而且是在未来瑞士银行采用的方法。他的手表作响，梅林对他冷嘲热讽，斯旺用命令的口吻让他们坐时光球去2025年，丢掉牙齿之后消失不见。传奇小队来到了2017年，斯泰因带着杰弗逊来到中城的咖啡厅，他请来了自己的女儿。杰弗逊见到他有点难以接受，互相介绍之后拿出奖章，莉莉拿出离子观察器做着研究。进行下一步措施的时候，地图显现出来，二人惊慌失措地将它收起，顺便回到飞船。大伙也纳闷啊，斯泰因明明说自己无儿无女。Sarah 这时候走了出来，达克正琢磨着用哪杆枪抢银行合适。梅林告诉他，这次行动必须小心行事。达克不情愿地采纳了他的计划，接着一顿冷嘲热讽，二人再次起了争端。达克过完嘴瘾离去，梅林已经打起了小九九。众人开会讨论关于莉莉的事情，又突然聊到他可以把奖章与基丁恩连接在一起。三人来到了2025年的瑞士，交给他通讯装置后，又交代他去找大堂经理提货。两人坐在一边谈论斯旺，他每次都会在一段时间后消失，这肯定有原因，而且目前他们又平等对待二人，所以如果得到命运之矛，斯旺也很可能不会与他们分享。瑞普来到保险柜前进行各种安检，但最后一道工序是要他说出存取密码，二人一个让他走，一个不让他走。接着过来击倒了大堂经理，警报响起之后，达克告诉他，要是逃跑我会找到你，并且喂你吃自己的蛋。二人在外面解决着安保问题，瑞普在墙后面等着。接着三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银行，二人把奖章连接到吉丁恩上面，如果启动的话，有可能会让吉丁恩过载，因此烧掉。连接成功后，数据转移到了吉丁恩的电脑里，然而处理这些数据需要花些时间。雷打了瓶香槟，二人正庆祝，米克拎着啤酒箱靠着墙说假酒配假人。莉莉知道大家看他的眼神很怪，达克也知道纸包不住火，告诉他其实你是个时间偏差。雷告诉他想知道答案最好还是找你爹去。二人因为任务失败再次发生争执，一个曾是失败者，一个曾是死人，俩人说的话都很难听，于是他们决定先打一架，打的时候再把问题问遍。莉莉找斯泰因问他自己是怎么来的，斯泰因告诉他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。莉莉说我想听的不是这个，原来我是个假的，打扰了。二人打得刀光剑影，瑞普吓得不敢吭声。他们打得不分输赢，瑞普看不下去了，说你们的主人看到你们自相残杀一定很高兴。两人傻了，但他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，外人都看得出来的事情，达克自然也听了进去。于是他们决定联手对抗逆闪。海伍德也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，从莉莉身上反向推断出他是因为被时间抹去，所以才想用命运之矛改命。斯泰因知道有这么个人，就是来自未来的斯旺。他的祖父为了阻止他干掉白瑞选择自杀，但是因为体内拥有神速力才没有被时间抹去。二人清理了银行的安保人员，梅林拷打出了保险柜的密码，瑞普正在努力逃脱，刚迈出去一步，逆闪出现又给他拴了回去。为了自保，他把二人的行踪告诉了斯旺。两人拿出了瑞普的保险柜，但里面只有一个光盘。斯旺拿走之后解释道这是未来的科技，专门用来储存记忆。海伍德又顿悟，斯旺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在逃避什么未知的东西，但这是不是真的还需要时间。梅林将大门锁住，二人告诉他需要重新讨论一下三人的合作关系。斯旺手抖的厉害，告诉他赶紧把门打开，可是密码只有梅林一个人知道。他傻了，
态度瞬间和蔼了许多。接着手表作响，二人一点也不着急，可是斯旺已经慌得一批。他告诉二人，自己曾被闪电侠在时间线上追捕，逃脱后又被另一个东西盯上，这个东西比时间亡灵还可怕，它能检测到神速力，并且会杀掉自己。外面传来嘶吼声，但俩人还是丝毫不慌。斯旺深吸了一口气，三人正式达成了合作关系。斯旺停止使用神速力，这样他就找不到自己。急速窜来窜去，但就是发现不了他。大哥已经快要被吓死了。他在斯旺的身边找来找去，闻来闻去。接着三人使出了一套组合拳，将他关到里面。知道困不住他太长时间，选择撤离。父女二人敞开了心扉，莉莉也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并希望二人之间不再有秘密。斯泰因还告诉他自己是个半核能人，莉莉当作笑话，但是关系得到了缓解。瑞普的记忆储存器被打开，斯旺在给他装回去之前顺便动了动手脚。之后他们来到了1766年的新泽西州，瑞普给华盛顿将军送了个圣诞礼物，他重整部队，给士兵带来了些新鲜玩意儿，士兵们训练武器。斯旺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在这里，瑞普告诉他这只是自己复仇的第一步。雷找到米克，告诉他自己房间里出现了老鼠屎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吃的掉渣的零食。俩人在厨房里做着早餐，顺便聊起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阿玛雅看到他鼻尖上的奶油，觉得他好可爱呀。擦干净之后，两人四目相对，时针让他们抱在了一起。吉丁恩检测到时针的地点，那一天正是内战最重要的一晚。可是带领军队的华盛顿将军遇害，萨尔知道这是斯旺的阴谋，如果他们不出现，美国的历史就会被改写，并且不复存在。出发前，萨尔给大伙安排了各自的角色，接着来到了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，二人假扮夫妻，随着萨尔进入宴会。雷与米克同行，华盛顿将军为萨拉献酒，二人正闲聊着天。斯泰因发来消息，让他赶紧带他离开这里。外面突然闯入了不法分子，米克拿着喷火枪抵挡，接着威胁着带走了他。室外的瑞普按下了按钮，与四周围的电子脉冲发生冲撞，雷掉落在地上，无法起飞。他跑到了海伍德的鞋上，三人走到路上，瑞普出现在前方，二话不说就是一枪。萨拉身负重伤，他向老朋友叙旧，说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带走了米克和华盛顿，留下萨拉躺在血泊之中，喘着粗气。火风暴二人将他带回医疗舱，二人正计划着合体给飞船提供能量，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瑞普的设备让他们身体里的连接器也出现了故障。萨拉告诉他，现在你得来当船长，随后晕了过去。这里交给斯泰因，他和雷修复飞船，二人负责救出华盛顿和米克。引擎的舱门由于没有电力无法打开，所以这个任务交给了雷。斯泰因告诉他要尽快做手术，同时门外传来了士兵的声音。他们沿着米克留下的食物残渣追踪，然后聊起了自己的感情经历。海伍德告诉他，现在社会不像从前那样，手机上有个 app， 不喜欢左滑，喜欢右滑，然后两人就可以聊天。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两个人都感到快乐。阿玛雅懂了，他们跟随着听到的声音来到了河边，结果出现了佣兵，打斗之下，海伍德掉落，阿玛雅为救他纵身跃下。二人找到了佣兵的营地，进去之后告诉他，你需要贴身取暖，然后脱掉衣服就抱了上去。杰弗逊为了防止他们闯进，开始制作炸药。瑞普带着士兵掀开了大门闯了进来，布置好陷阱之后和士兵发生打斗。瑞普察觉到端倪，来到了事发当地，他冷静地坐着分析。萨拉重伤昏迷，雷的战役出现问题，斯泰因又没这本事，所以只有杰弗逊，他像蝙蝠一样追踪着他的轨迹。二人被带到瑞普的营地，华盛顿希望能得到对等的俘虏待遇，但明早他们都要接受绞刑。海伍德醒了过来，告诉他因为水很冷，所以那不是真实尺寸。随着海伍德大手一伸，他俩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接着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此时杰弗逊正在逃亡的路上，瑞普发现了医疗舱的光源，接着冒出吸引了他的视线。他以命运之矛复活他父亲作为诱饵，但传奇成员不会向诱惑屈服。华盛顿告诉他，自己的目标就是要让人人平等，如果自己死了，就可以证明国人的尊严。米克给他上了一课，告诉了他一个人生格言。完事之后，阿玛雅醒了过来，意识到差不多干了1个小时，他们得赶紧去救米克二人。杰弗逊启动了辅助电源，但瑞普就站在他的身边，他因为传奇没能救出家人而记恨在心，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致命打击。他被逼到角落，出于无奈交出了毛的下落。雷在管道里吹着口哨，后面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老鼠。瑞普挟持他来到了厨房，原来的地方被他埋下了炸药。房顶传来了雷的声音，杰弗逊趁机引爆又躲了起来。他发现了血迹并追寻过去，结果找到了刚做完手术的二人。
逃跑的杰弗逊喘着粗气，听到了医疗舱发生的端倪。瑞普挟持 Sarah， 杰弗逊只好交出碎片的下落，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杀掉 Sarah 的决心。斯泰因醒了过来，杰弗逊越想越气，他拿上火枪，扬言要杀掉瑞普。雷在楼上逃窜，大老鼠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他钻过栅栏，跳到了引擎的开关上面。电源重启，基迪恩被唤醒，他检查了 Sarah 的身体，好在脑细胞还在运行。华盛顿即将面临处刑，米克与士兵打了起来，战斗一触即发，但二人寡不敌众，士兵假开枪却打到了钢人的手上。四人汇聚后迅速逃离。杰弗逊追上瑞普，瑞普告诉他，战争让我们失去亲人，我们不如让他烧成灰烬。如果你要杀我，就快点动手。他知道杰弗逊不敢开枪，准备离去。Sarah 出现在身后，这次却不想再留住瑞普。杰弗逊放下武器，瑞普无情的离去。哥俩喝着小酒聊着天，阿玛亚告诉他该回去打仗了。四人握手，米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华盛顿告诉他，你的粗鲁言语和行为是我们新国度最佳的代表。之后飞船离去。基丁恩检测历史已被修复，但出现了一个十分沙雕的雕像，历史的改动不是很大，所以大伙就入乡随俗的过上了圣诞节。雷把老鼠作为礼物送给了米克，海伍德送给阿玛亚一个礼物。阿玛亚告诉他，昨晚我很快乐，但我们还是不可以深交。海伍德表示同意。船长发言，瑞普被洗脑，命运之矛被夺走，但好在大伙守护了历史。虽然三人帮变成了四人帮，但我们依旧要夺回失去的所有。他们虽然很强大，可他们没有我们这种亲人一样的力量。众人举起酒杯，向家人致敬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